秉智慧者，多求于自苦。这样看来，倒是一语中的。我这微末的测评之志，到底一无所成。智可以谋人，而不可以谋天。和命运相比，人所能改变的事物又有几何？百吉，扪心自问，时至今日，你还有几成把握能够与天地决力？你们何德何能？妍妍、华服、护从的追随，这的确是我所追寻的乐趣。但是啊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我还没有见过比你们更特别的披布，还没有见过比廊丘更有趣的舞台。这场短暂盛筵的诸般乐趣，我还没有一一遍尝。你的邀请，我接受了。生与死，原本就只是虚无的一体两面。我所追求的并非死亡，而是灵魂的永恒安宁。只是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些必须要做的事。我必须见证道路的终境，才能确信自己未曾行差踏错。我必须亲见死亡的真正面貌，才能明了死亡能带来什么。而后，我会亲手消磨自己存在于世间的痕迹。既然我们的终局都是在罪恶中归于空无，那么将整片土地的罪咎加诸一人，又有何妨？放手一搏吧，我将成为你的共犯。集体意志的代行者，这种复杂的事，我还从来没有想过。我只知道，两个人的智慧会强于一个人的智慧，两个人的力量会强于一个人的力量。大家在一起会变得更幸福，也会变得更强大。所以，请让我们帮助你吧。这是大家的决定，也是我自己的愿望。灯就是我，我却不仅仅是灯。我不认为自己与那些未能幸存的同伴有什么区别。但既然我还有呼吸，就必须有所行动。你的提议我不感兴趣。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，是因为我们姑且还是同路人。我会成为你们的助力，只不过是用自己的方式。灯不会消失，只要影子依旧存在，就还有人需要光明。拯救世界？我可不是什么正义的伙伴，这种充满道德感的理想不适合我。不过你延揽基数，分受厌恶之权，想来也不是为了什么所谓的理想。摇摇欲坠的全能与云集雾散的同伴，相当合宜的搭配，不是吗？既然接受了你的邀请，我承诺会不遗余力地协助你们降服影灾。但如果有朝一日，这由虚焰所铸的平衡终究像碎裂的玻璃一般四散横飞，那么我也不介意将其中最为珍奇的残片纳入收藏。合作愉快，我的朋友。
对不住啊，师父，受了你那么多教诲和关心，却还是没什么长进。但是我真的很开心，你愿意邀请我成为七术之一。还不知道星之环会赋予我什么样的能力，说不准能让我变成无往不利的大英雄呢。没忍住又异想天开了。我也知道自己最大的特色恐怕就是平庸，穿上漂亮裙子也不像公主，就算是握着能变成英雄的法宝，也还是凡人一个。但就算是这样，我也想要做些什么，至少能帮上你们一点忙也成啊。这里也是我的地盘啊。如果不能豁出10倍、100倍的命去战斗，如果不能保住郎丘，我就没有容身之处了。师父，有了星之环帮忙，我们一定会赢的，对吧？我们一定会赢的，是吗？天意从来不随人，但我等一路至此，也从不是为了顺天而行。志可以谋人，而不可以谋天。纵天命不可违，这100年蹉跎，这无数次刀锋饮血，也将为这一天撞出一道细细的裂痕。自复印失败以来，我等为逆天而行所犯下的罪疚，桩桩件件，早已是罄竹难书。既然如此，再添一桩罪名，又有何妨？飞蛾扑火，岂令焚身？无论命运将以何种姿态降临，我等七术均愿领受造神之罪。这是……各位，塑形之一夜已完成，影中意志不久之后便会破壳而出，以有形之姿苏醒。届时，悬于廊丘上空100年的虚焰空岛，也将无法继续维持漂浮的状态。若是有人继续留在此地，恐怕也会受到波及。请各位随我换一处安全之所，再行商讨后续之事。好。无论影中意志化身为何种形貌，那都只是一道盛装意识的皮囊，也和此人本性如何毫无关系。咱明白，只是确实惊讶罢了。好了好了，继续在这里发呆可不是办法，赶紧动身吧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？琥珀阶地势较高，足以规避影坛的震动，就去那里吧。咱也是这么想的。要是那影子里的家伙打算对普通人下手，咱们也来得及出手照应。正是如此。那你们还是要动作快点。经过刚才的仪式，各位过去通过虚焰获得的力量，流失速度想必又加快了。师父，你们……无妨，只要计划能顺利推进，这些细末之事不必在意。那倒是，对我来说，
流失术的力量反而就像解开缰绳。哼，如果只是单纯的战斗，凭我一个也就足够了。哼。啊，瑟利姆小姐，用不用咱扶你一把？小雀子，你说什么？我刚才没有听清，再说一遍。没什么，您先请，您先请。哼。松雀姐姐，我有句话想和你说。怎么啦，小萨拉？你不用为这件事感到介意。历史是一场只有宾客的盛会，它从来不会因一个人而改变，因此也不应该由一个人承担。瑟拉，这是瑟姐姐的想法。虽然瑟姐姐的潜意识说不可以把这些想法告诉任何人，但是我想现在的松雀姐姐一定非常需要这些话。谢谢你，瑟拉，谢谢你们。许梦者，我们走吧。大家要跟上啊！附近有崩坏能反应，要小心哦。多尼戈尔，他在干什么？多尼戈尔，别在这发呆了，快走吧！小心待会儿空岛落下来，把你砸成狗饼干就不好了。哦，差点忘了，作为影子的造物，你的确不怕这个。多尼戈尔，你究竟在看什么啊？在找什么东西吗？影坛。影坛？那你看着天上做什么？影坛不是在我们的脚下吗？是啊，既然想要看影坛，就该到它的源流之处。多么简单的道理，我怎么之前没有意识到呢？你究竟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了？我也听不懂。不如说他整只狗的表现都很奇怪。以地球的经验来说，这种小动物性情大变的状况，往往是自然灾害的先兆。听不懂就一边去，别在这里胡乱解释，烦死了。哎，对，你们不是要当什么拯救世界的大英雄吗？那就赶紧走吧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总不会是打算临阵倒戈吧？倒戈？哼，开什么玩笑！我和你们本来也不是同路人，白天才打过一架，这就忘了。老实讲，之前是被那套法器压制，我才不得不仰人鼻息。但是，结束了仪式的现在，我自由了。知道什么是自由吗？无论我做什么想什么，都和你们没有关系。这里风景好，我就乐意待在这儿，懂了吗？去，别在这碍手碍脚。算了，希娜，他说的对，时间紧迫，正事要紧。走吧。早该这样。不送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去的地方，我也并不例外。托尼戈尔这家伙真是气死人了！把那条狗放着不管，没问题吗？没关系，就让他这样待着吧。他应该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举动。希纳迪亚正在接近目标。
家要跟上啊！等等，你们看，大家要跟上啊！那是因为气数的力量被削弱。无妨，这火焰亦是与影中意志对抗的一环。先对付眼前的敌人吧，个中缘由。待转移到安全之所后，在下会向各位解释。停止！逃不掉了，头伸过来，嘿，呀，哈，无四一，空中接力，看招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！天罚时刻！所以，刚才就是……空岛迎来了他注定的命运。等情况平息下来，我们就返回影坛那边吗？不慌，我们还有时间布置战术。对影中意志而言，消解影球的屏障，彻底驾驭影坛的力量，这都不是瞬间能完成的事。别忘了，影坛中还存有殉死的余威。方才多尼戈尔不愿离开，多半也是与此有关。李托说，利托斯特平生唯一的志愿，就是在临终之际扫尽生前身后的诸般臣子。可惜身为友人，这一愿望我终究无法帮他实现，甚至要在这100年后，继续借用殉死残存的力量，才能争取一丝生机。利托斯特曾说，他无法真正死去。是啊，因为他所留下的尘埃，他的恐惧，从来不曾真正消散。他以自身为祭所供养的影坛，终究会化作牢笼，将他囚困其中。100年之前，他就已经知晓。师父，我不必伤怀，宋雀。除却自身的愿望，利托斯特殉身影坛，本就是为了抑制影灾蔓延。这一切因我而起，不是你们任何人的过错。当然，话虽如此，我也并不为自己使用过黄道星之环而后悔。如果时间再次倒回当日，我依然会是登人身。不过，既然事实证明，连星之环也无力承受影子的本质，若我们此番能彻底终结影灾，倒也足以让人们忘记殉死的贡献。如此说来，100年之后的今天，我们才第一次有了真正能实现他愿望的一个机会。好了，往日的追思并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。关于可能来临的那场死斗，我们还是要做足准备。各位，请随我来，必要的仪式感究竟应当齐备。轻拂的风，也是知觉的一部分。我想，诸位应该明白，我们潜在的敌人，他来自自然规律本身。我们使出浑身解数，
也不过能将他从一个暗处的无形之神，转化成明处的有形之神。我等只是获得了弑神的舞台，其余一切，此刻不过是空谈。所以，我接下来想说的是，当我们计划杀死一位神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注意什么？或者说，我们究竟是想杀死一位神，还是想消除一种权力？